你们以为这条路那么好走？这古怪的威压简直太难了，我自己走都费力，要我带着一个人一同前行，很可能错失良机。一见仙兵并不过分。然而那名秃顶男子却是一脸嬉笑的说道：好，我答应你，只要你带我前行，无论能走到哪里，我都给你一剑仙兵。楚风说道。什么？而楚风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神色一致，紧接着众人哄堂大笑，那是嘲讽的笑，不仅是旁人笑，那名与楚风交谈的秃顶男子也在笑，并且他笑的比其他人更疯狂。从此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一开始就没觉得楚风能拿得出仙兵，完全就是在戏弄楚风。小子，你说你有仙兵，来拿出来给我瞧瞧。那名秃顶男子说道。对，拿出来瞧瞧。紧接着那名秃顶男子的朋友也是起哄的说道，甚至此时就连前行的路人也是停下步伐，一脸好奇的观望而来。楚风二话不说，将手摸向了乾坤袋。仙兵在这些人眼中可能是无价之宝，可是在楚风眼中其实已与废铜烂铁差别不大。不是楚风狂妄，而是楚风乾坤袋内的仙兵实在太多了，况且对楚风来说，那仙兵又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别说一把，就算他要10把，楚风也完全没问题。只是当楚风的手掌摸向乾坤袋之后，楚风却是忽然愣住了。他此时能够感受到乾坤袋内的东西，但却取不出来，是此处奇异的力量。那力量不仅封锁了楚风的精神力，居然连乾坤袋也封锁住了。怎么了？说好的仙兵呢？那名秃头男子问道。张兄，你就看看热闹就行了，你还真以为这个人能够拿出仙兵啊？紧接着那秃头男子的朋友们再度发出嘲讽的笑声。我并非没有，而是此处的力量封锁住了乾坤袋，你们若不信，大可以看看你们的乾坤袋是否能够取出东西。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那些人虽然依旧嘲讽楚风，但是倒也不由得将手掌摸向了乾坤袋，这才发现楚风说的竟是真的，还真是取不出东西了。这个家伙够可以的，知道此处诡异的力量连乾坤袋都能封锁，所以在这里骗人。难怪他这种一品真仙境的修为能够走到这里，看来是骗了不少人。然而验证了楚风的话是真的后，他们不仅没有相信楚风的话，反而对楚风羞辱起来。我只是需要帮忙，你们若是愿意，会给你们酬劳；若不愿意，就赶紧滚吧，莫要坏了小爷的心情。楚风懒得与他们废话，便坐在了地上。妈的，你一个骗子，怎么说话呢？然而楚风此话说完，却惹得那个秃头男子大怒。小子，给老子道歉，否则老子今日就打得你不能自理。那秃头男子指着楚风说道。你是不想活了吗？此时楚风忽然抬起头，他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到秃头男子身上之时，那秃头男子却是身体一颤，随后倒退数步，险些没摔倒在地。楚风的修为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目光中的杀意却依旧凌厉，正是那抹杀意才将那秃头男子吓成了这个样子。怎么了，张兄，你该不会被这个骗子吓到了吧？而见那秃头竟然吓得连连倒退，险些摔倒，他的一些朋友也是不由得嘲讽起来。放屁，我会怕他？此时那名秃头男子其实也有些慌，因为刚刚楚风的目光当真是吓得他不轻。可是他仔细感应之后，发现楚风真的只是一品真仙，再加上朋友的挑唆，他已是骑虎难下，若不给楚风一些教训，他的脸面可就丢尽了。于是他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衣领，将已经坐在地上的楚风给抓了起来。小子，我再说一遍，给老子道歉，否则老子今日就把你废了呀呸！然而他此话刚刚说完，只见楚风嘴巴一张，随后一大口吐沫便落在了他的脸上。你他妈的真是找死！楚风这个举动也是激怒了那名秃头男子，说话之间便抬起手来，想要对楚风出手。尽管楚风的修为如今只是一品真仙，可面对那名男子，楚风却丝毫不惧。虽然修为减弱，但楚风的肉身并未减弱。这名男子不过天仙境，若是他这一拳真的落下来，那楚风不仅不会受伤，反而是他要手骨碎裂。然而就在此时，忽然有一只手掌出现，抓住了那名秃头男子已经举起的拳头。此时在秃顶男子的身后站着一个人，那是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正是他抓住了秃顶男子的拳头，拦住了他对楚风的攻势。这名男子身高3米有余，并且肌肉极为明显，哪怕身穿衣衫，竟也能够看到他身体那肌肉的轮廓。那个样子站在那里，简直就像是一个人性猛兽。最重要的是，这名男子虽然身材壮硕，可面容却很年轻，他多半是一名小辈。庞公子看到这位之后，那秃顶男子也是有些意外。与此同时，秃顶男子的那些朋友也都是发出阵阵惊叹。而听周围人的议论，楚风得知这名身材壮硕的庞公子倒也是有些身份。其实他的修为不是很强，不过是5品天仙而已，与这秃顶男子相差不多。但那秃顶男子已是年近1000岁，可那庞公子却是一名小辈，天赋上二者差距颇大。但最重要的是，这名庞公子的父亲在这一带凶名赫赫，所以这庞公子在这一带也是有着一些名声。庞公子，你这是要多管闲事？秃顶男子凝声问道。虽然这庞公子有些名声，但这秃顶男子的架势似乎并不惧怕这庞公子。张帆，人家需要帮助，你不帮就算了，何必出言嘲讽？你不对在先，依我看这件事不如就算了吧。那庞公子放开了秃顶男子的拳头，他倒也没有难为那秃顶男子的意思。别看他身材凶猛，但说话却很柔和，看得出来他似乎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我不过与他开个玩笑，他便朝我脸上吐口水，怎会是我不对在先？那秃顶男子不依不饶，开玩笑这种事情是与你熟识的好友才能做的，你与人家又不熟，你就与人家开这种玩笑？这种玩笑你敢对你的师尊开吗？敢对云灵族的人开吗？敢对红衣圣地的人开吗？那庞公子连续逼问道。
那名秃顶男子哑口无言，他当然不敢和红衣圣地的人开玩笑，并且他也根本不是与楚风开玩笑，不过是欺负楚风修为比他弱罢了。算了，大家都是明白人，给我个面子，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庞公子说道。既然庞公子都开口了，我张某人就给你这个面子。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老子可不是怕你，而是给庞公子面子。但老子只饶恕你这一次，你别让老子再见到你，否则老子定然要你好看。那名秃顶男子说话间也是放开了楚风。楚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旋即对那秃顶男子说道：“其实你应该感谢他。”你什么意思？秃顶男子一脸不解。因为他对你的阻拦其实是救了你的命。楚风说道。靠，有病吧你！秃顶男子既愤怒又无奈。愤怒的是他已经顺着台阶下了，可楚风居然还在挖苦他，区一个真仙境，吹什么牛逼啊！可无奈的是，先不说庞公子出面，单单是楚风的眼神就让他有些不安，所以他不再与楚风纠缠，而是直接转身离去。兄台，在下庞博，不知兄台怎么称呼？庞公子对楚风抱拳问道。在下修罗，多谢庞兄相助。楚风也是回以一礼，不过萍水相逢，却肯出手相助。楚风对这个庞博的印象颇为不错。修罗兄弟客气了，反正这途中一人无聊，不如我们同行吧。那庞博说话间便释放出了他的威压，威压覆盖楚风，使得楚风可以抵挡住那压迫，继续前行。庞兄，多谢了。楚风也不见外，起身便与那庞博一同向前走去。一路走来，二人也是聊了不少。楚风得知庞博与他的父亲其实早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前往了精神泉水的所在之地，而根据庞博所说，如今那精神泉水已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化极大。之前那精神泉水位于这项山谷的深处，位于一座大殿之内，被云灵族保护得非常之好，简直视为圣地。可现如今，伴随着精神泉水出现裂痕，不仅那座大殿碎裂崩塌，还有大量的水源自地底冲出。如今不仅将那碎裂的宫殿淹没，更是形成了一座小型湖泊。但那湖泊中的水却并非是精神泉水，那更像是一种毒水，具有非常可怕的杀伤性，修武者都不敢贸然进入。而如今覆盖这项山谷的奇异力量，正是从那毒水汇集而成的湖泊之中传来。最重要的是，湖泊之中还有怪声，就好像有生命在那湖中一样。但是因为那毒水太强，所以人们根本无法进入其中，也无法探知究竟。庞博的父亲命庞博离开象山谷，回到家中，其目的就是让庞博取他们祖传的宝物，凭借那宝物，他们也许能够进入湖泊之中，一探究竟。听闻庞博的话后，楚风变得兴奋起来。如他所料，这项山谷的变化根本不是精神泉水出现裂痕那么简单，种种迹象表明，那精神泉水很可能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在这项山谷下方，很可能有着不出世的宝物，当然也有可能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但不管是什么，楚风都想一探究竟。可忽然之间，庞博面露艰难之色，庞博露出了吃力的迹象。奇怪，我之前与我父亲来是非常顺畅的，怎么现在变得吃力了？庞博喃喃自语，是不是源自于精神泉水的力量增强了，所以这压迫也变强了？楚风说道。对，很可能就是如此了。太诡异了，这根本不是精神泉水的力量，那湖泊里面到底有什么？庞博眉头紧皱，隐隐间，楚风在他的眼中竟然看到了不安。一路前行，压迫越来越强，庞博越来越难以支撑。楚风提议让庞博不要再管自己，让庞博自己前行。可谁曾想，这庞博也是出乎意料的固执，他非要与楚风一同前行，除非他自己也走不动了，否则就算拖也要把楚风拖过去。哎呦，这不是庞公子吗？你还真的帮这小子了？难道你觉得他能给你仙兵作为报酬吗？忽然一道有些讽刺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秃顶男子等一行人，此时他们全部前方坐着，一个个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看来他们也是无法继续前行了。而那句讽刺的言语正是秃顶男子所说。这秃顶男子其实并不是很惧怕庞博，先前说给庞博面子，不过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其实他真正怕的是楚风，尽管他也无法理解为何一个真仙境的人会让他如此不安，可那种仿佛来源于本能的恐惧还是让他选择了退缩。可是退缩之后，他却越想越憋屈，所以再度看到楚风与庞博才会开口嘲讽，他是在发泄自己的不爽。然而面对那秃顶男子的嘲讽，庞博竟视若无睹，而是看向楚风。修罗兄，你看到了，并不是你拖累了我，是所有人都走不动了。此处距离精神泉水还有一定距离，看来如今这压迫可能天仙巅峰都走不到那里了，唯有五仙境才可以了。庞博也不再走了，而是扑通一声坐在地上，看他气喘吁吁的模样，楚风知道他真的是累坏了。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楚风并未坐下，反而是站得笔直，清了清嗓子，随后便高喊道：诸位，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下修罗今日身体不适，导致修为受损，困于此处，无法继续前行，哪位仁兄若愿意帮我，我定会重谢。楚风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但反应最大的则是秃顶男子那些人。妈的，这个骗子又开始了！秃顶男子忍不住骂出声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声怒骂声音并不大，更现实小声的嘀咕了一下：这个家伙太不要脸了，这样下去迟早挨揍。挨揍？我看他连挨揍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压根不会有人搭理他。那秃顶男子的朋友也是对楚风讽刺连连，相比于秃顶男子，他朋友的声音可就大了不少。但是对于他们的嘲讽，楚风却根本不予理会，无论旁边人怎么议论，楚风都依旧吆喝着。尽管一个又一个的人从身边经过，除了议论嘲讽外，并没有人帮助楚风，可楚风却依旧没有气馁。可是虽说楚风没有气馁，
但庞博却是看不下去了。修罗兄，算了吧，此地之人向来冷漠，不会有人帮助你的。庞博对楚风说道。谁说的？你不就帮我了？楚风笑着问道。不是我庞博自夸，我的确与他们不同，但是我从小在此的长大，对于他们我太了解了。这一句太过了解，已经彰显出了庞博对于这些人的失望。修罗兄，等一等吧，我父亲发现我迟迟没有赶到，定会来接应我。庞博说道。也好，那便等一等吧。楚风说话间也是坐了下来。楚风其实并不慌，毕竟他自身修为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很清楚，就算雷霆巨兽与那神树种子争斗，但也只是暂时的，他们迟早会停止。那个时候，楚风的修为自然也就可以恢复。公子，这是要放弃了吗？可楚风刚刚坐下，一道女子声音自楚风身后响起。楚风回头观望，发现一名女子站在楚风的身后，且正笑眯眯地看着楚风。这名女子长得不是很好看的类型，但笑起来却很甜，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师姐，素不相识，咱们还是别管她了吧。然而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声音在这名女子身后响起。在那名女子身后跟过来一帮人，这些人有男有女，但却穿着相同，看样子是来自同一座门派，并且他们无论男女都很年轻，应该都是小辈，是赤峰阁的人。那位该不会就是赤峰阁的木紫薇吧？木紫薇，好像真的是木紫薇。当这名女子出现之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从众人的议论中，楚风得知这个赤峰阁在整个轮回上界都是非常强横的一个势力，而这个木紫薇更是整个轮回上界都有些名气的小辈天才。也难怪一个小辈走到这里却能面色不改。楚风猜测，木紫薇的修为绝对不只是寻常的5仙，很可能已经接近5仙巅峰。此时，木紫薇的同门都在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可木紫薇却摆了摆手，示意那些同门不要说话。而木紫薇在这些人中绝对也是有着威慑力的，所以他这个动作之后，他身后的那些人虽然很不情愿，但却也都真的闭上了嘴巴。这位公子，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坐下了？难道是放弃了吗？木紫薇眨巴着大眼睛，面带笑容地看着楚风。见状，楚风也是站起身来，这才问道：我若没有放弃，姑娘可愿意帮我？他们都说你是骗子，那么假如公子骗了我，当如何？木紫薇问道。我若骗了姑娘，姑娘就杀了我，可好？楚风说道。当真？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木紫薇说道。当真？楚风一脸确定。好，爽快，我喜欢公子的性格，既然如此，我便帮你。木紫薇说道。那不知姑娘要何酬？楚风问道。我欣赏你的勇气，所以我不需要酬劳，无偿帮你。木紫薇笑着说道。什么？无偿？听得此话，众人皆是目露金色。搞了半天，刚刚木紫薇是在试探楚风，他并没有打算要楚风的酬劳，这也太幸运了吧！这个骗子居然如此简单的就得到了大名鼎鼎的木紫薇的帮助，难道说天赋异禀的女子都这么好骗的吗？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可更多的却是对楚风的嫉妒与羡慕，尤其是与楚风一样已经无法继续前行的秃顶男子等人，那个模样简直羡慕的都快要哭了。不用劳烦姑娘了，我来帮他。可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两道身影正在靠近。看到这两位，就连楚风都有些惊讶，因为这两位楚风认识，乃是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不过相比于楚风，那些围观者可就是满面震惊，尤其是秃顶男子那些人，此时脸都绿了。毕竟相比于木紫薇、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的容颜，可就是真正的美女。尤其是灵狐月月，用倾国倾城来称呼她也不为过。但容貌并非重点，重点是走到此处，灵狐月月也是面色不改。尽管人们不知道灵狐月月是何身份，可只看她那轻松的样子，人们也能猜到，这个女子定然修为力傲的，多半是一个不输给木紫薇的天才。这位姑娘，莫非是要与我抢吗？木紫薇对灵狐月月问道。我若要抢，你当如何？灵狐月月问道。什么？抢？两个天赋异禀的优秀女子，竟然抢着帮这样一个废物，一个骗子，这是什么情况？靠，这都行？这个骗子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那名秃顶男子脸都被气得发青。忽然，木紫薇笑了，虽然她的容颜在灵狐月月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普通，可是她的这抹笑容却依旧很甜，不仅很甜，还很自信。看来公子用不到我帮忙了，既然如此，那我便先行一步了。说话间，木紫薇便向前走去，而见木紫薇放弃帮助楚风，木紫薇身后的那些人则是松了一口气。只是当他们从楚风身旁路过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再看了楚风一眼，想必他们也在想，这个家伙到底有什么魅力？木紫薇要出手帮忙，他们多少能够理解，毕竟木紫薇本身就是一个愿意助人为乐、心地善良的人。但灵狐月月和灵狐安安也愿意出手相助，他们就无法理解了。因为无论怎么看，灵狐月月那个样子也不像是一个愿意多管闲事的人。大人，您这是怎么了？而就在这时，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则是一同来到了楚风身旁，他们的态度充满了关心，尤其是灵狐安安更是一口一个大人，这就更让秃顶男子等人不解了。怎么回事？这个家伙该不会真的来历不简单吧？不可能，这个家伙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来历不凡的大人物。这两个姑娘应该是之前就认识他，很可能被他骗了。对，一定是被骗了。想到这里，更是有人对灵狐月月和灵狐安安大喊起来：两位姑娘，你们两个是不是被这个家伙骗了？你们可千万别信他啊！闭嘴！你们知道个屁！令狐安安怒吼道。他可不是简单的做做样子，他是真的动怒了。不用理他们，楚风笑着说道。而楚风一开口，灵狐安安也是赶忙收回怒容，那叫一个乖巧可人。大人，您为何在这里求助？您是故意试探他们吗？灵狐安安再度问道。他实在不解，
楚风这样厉害一个人物，为何在这里向人求助？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楚风故意这样做，是因为贪玩，试探路人。而对于灵狐安安的猜测，楚风也颇感无奈。他总不能说自己丹田内有2个作对，每次他们打架，自己修为都会减退吧？于是楚风摇了摇头，说道：“我没事，咱们路上说吧。”楚风起身之后，又看向灵狐月月：“灵狐姑娘，能否带我这位朋友一程？”楚风所指的人，自然就是庞博。在楚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庞博帮了楚风。这个时候，楚风自然也不会放弃庞博，一切听从大人吩咐。灵狐月月说道。灵狐月月此话一出，庞博的眼睛都直了。之前只是灵狐安安客气，没想到灵狐月月也如此客气，这让庞博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好奇。他很想知道楚风到底是什么身份。可忽然，庞博神色大变，随后便将目光投向了灵狐月月。姑娘真是好厉害，你这威压之下，那压迫竟然消失得如此彻底。庞博一脸惊叹地看着灵狐月月，可是对于庞博的话，灵狐月月也是有些惊讶，不由说道：“公子这是何意？我可还没有释放威压呢。”什么？你没释放威压？听闻此话，庞博也是有些懵了。而此时，楚风能够见到那原本坐在地上的秃顶男子等人，此刻也是纷纷站起身来。原本位于此处很是吃力的人们都变得轻松了起来，好像是那压迫自己消失了。楚风说道。听闻此话，所有人都是一惊。下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除了楚风4个人外，全部消失了。他们全部以最快速度向那精神泉水所在的方向行去。大人，我们也走吧。灵狐月月说道。等一下。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是忽然摆了摆手。大人，怎么了？灵狐月月问道。不急，慢慢走。楚风说道。好。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纷纷点头，他们对楚风非常敬重，自然不会违背楚风的意思。修罗兄，我父亲还在等我便不陪你们，先行一步了。庞博说道。庞兄，等一下。楚风说话间，手掌摸向乾坤袋，紧接着一把仙冰出现在了楚风手中，递给了庞博。修罗兄弟，你……庞博有些惊讶，因为楚风给他的这把仙冰品质非常之好，乃是极品中的极品，就连庞博看到也是心动了。收着，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楚风将那把仙冰塞到了庞博手中，这件兵器对我而言还真是有用。那修罗兄弟，我便不客气了。庞博收下仙冰之后，又笑着拍了拍楚风。难怪连这2位优秀的姑娘都称你为大人，看来修罗兄弟你真的很不简单。回头咱们要好好聊聊。好，回头再聊。你先去找你父亲吧。对了，若不能确定安全，不要贸然进入那湖中。楚风说道。放心，我心里有数。说完此话，庞博便转身离去，而紧接着开始不断有人快速的从楚风等人身旁掠过。当那些人发现那压迫的力量消失之后，他们也是可以施展全力，所以为了争夺先机，都在以最快速度前往那精神泉水。而楚风之所以缓慢而行，是因为当那压迫消失之后，对精神力的束缚也随之消失。此时楚风感应力恢复，他的天眼也可以使用。楚风的天眼之下，这原本平平无奇的空气之中，竟然出现了特殊的气体。这气体有着特殊的轨迹，楚风觉得这很可能是一种线索，所以他才缓步而行，为的就是观察这特殊的气体。尽管楚风也不知道这些气体内的线索代表着什么，但总觉得可能有用。而楚风一边前行，也是一边与灵狐月月聊了起来。得知他们2人来到此处，并不是为了精神泉水，而是受他师尊所托。他师尊在那精神泉水的宫殿内寄存了一件东西，如今得知精神泉水所在处出现裂痕，他师尊担心那件寄存的东西，但因为自己身体还在恢复中，便委托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来帮他取回去。而一路观察，楚风也是有所收获，随后便加快了前行的步伐。不过楚风等3人毕竟到得有些晚，所以当他们抵达时，那里已是人满为患，并且发生了巨变。山谷两侧乃是笔直而立的山峰，一眼望去宛如2道墙壁，将此地守护了起来。而像山谷的山脉乃是纯粹的石头山，之前那山上都是光秃秃的，一根草一朵花都看不到，可是此时那原本光秃秃的2座山峰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在山谷的深处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湖泊，淹没了原本的宫殿以及大片的土地，在湖泊之外更是出现了大片的花海以及树木，甚至那些花草树木爬到了岩石之上，就好像是从岩石之中钻出来的一样。正因如此，也使得那巨大的山峰上面布满了裂痕。虽然那些植物的形态美轮美奂，可如此霸道且野蛮的生长方式却也显得有些诡异。不过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那座湖泊，湖泊竟然拥有着多种颜色，阳光倾洒而下，五彩斑斓，极为耀眼。可此时众人看向那湖泊的眼神之中，竟然充满了恐惧。又出来了！忽然有人指着湖泊的一处惊呼出声。楚风能够看到那片湖面之上涟漪荡漾，那是有东西要漂浮而出。可是看到那漂浮而出的物体之后，楚风却是眉头紧皱，额人旁边是传来了阵阵惊恐，因为那从湖中飘到湖面的乃是一具白骨，是人类的白骨，并且看样子应该是刚刚死去的。虽然刚刚死去，但血肉都已经没有了，并且这具白骨上面竟然还有着诸多咬痕，就好像它上面的血肉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的啃光了一般。并且如同这样的白骨在这座湖泊上面可并不是只有一具，一眼望去足有上千，显然都是为了探寻精神泉水本源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便直接掠入了湖泊，结果却被那湖泊夺走了性命。这里怎么会变成这样？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皆是感到震惊，随后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虽说他们加入白衣庵不久，可却并非第一次来到此处，因此他们是知道此地原本的模样的，也正因了解才会如此震惊，因为这变化实在太大了。
并且很不正常。那湖水有毒，但毒水可让人致死，却不会将人血肉啃食。之所以如此，乃是那湖水之中有生物。楚风说道：生物？怎么会有生物呢？灵狐安安感到难以理解。你觉得只是精神泉水能够散发之前那样的压迫吗？楚风问道。我不太清楚，不过正常来说应该不能吧？灵狐安安不太确定地说道。当然不能，所以从那压迫散发而出的时候起，对于此处的变化就已经不只是精神泉水的问题了。楚风说道。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灵狐安安好奇地问道。我若没有猜错，此地应该藏着远古生物，如今那些远古生物很可能要破土而出，但他们想出来似乎没那么简单，应该是有阻碍，而他们在对抗那阻碍，所以才会产生种种异象，所以此地现在很危险。楚风说道。远古生物？听闻此话，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都是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是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楚风的话深信不疑。正因深信不疑，他们也能预警到此地的凶险。你们两个快离开这里吧，这里很危险。楚风说道。可是掌教大人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灵狐月月说道。那件东西对于掌教大人来说似乎很重要。灵狐安安也是说道。关于白衣安掌教的那件东西，楚风之前就与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聊过。白衣安掌教修为不强，但却是云灵族族长的朋友，他的那件东西乃是一件宝物，对于精神泉水似乎有着一些帮助，乃是被云灵族族长借用去的。不过看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这个模样，倒是可以看出那件东西对于白衣安掌教应该真的很重要。那是一个绿色的瓷碗对吧？我帮你们去找，你们回到白衣安等我。楚风说道。只是大人，灵狐月月有些犹豫，毕竟这件事情是他们的任务，他不想麻烦楚风。这水有毒，且里面有远古生物，你们根本无法下去。听我的，赶紧回去。楚风说道。大人，我们在这里等你吧。灵狐月月说道。对，我家小姐说的对，我们不怕危险，就在这里等大人。灵狐安安说道。对于他们这样的想法，楚风自然是拒绝的，毕竟楚风让他们先回到白衣安，就是因为此处有危险。可是偏偏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却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觉得就算有危险，那危险也是起源于湖泊之内或者地底深处，而楚风要到里面去找精神泉水以及白衣安掌教的东西，定然更加危险。他们不想楚风面对风险，所以决定留在这里陪楚风。这样一来，倘若真的有危险，他们能与楚风一同面对；若是没有危险，自然也就更好不过了。你们可真是……看着这样的灵狐月月和灵狐安安，楚风有些无奈，因为无论他怎么劝，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的态度都很坚决。可就在此时，人群之中引起了一阵轰动。原本在已经死去了那么多人之后，大家对那湖泊都已是敬而远之，甚至不敢距离湖泊太近。可是此时竟然有人开始向那湖泊走去。楚风可以看到，那位向湖泊走去的竟然是一个年迈的老太太，她衣着得体，看上去极为端庄，就连行走的步伐都非常的优雅。虽然满头白发，却也是打理得干干净净，都没有一根银丝散落而出。看得出来，这位老奶奶乃是一个生活得非常得体，并且很注意细节的人。可是偏偏她的容貌竟然满是伤痕，她的脸颊应该被火烧过，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根本看不清她的五官，甚至一眼望去还有些吓人。看到这位老太太的第一瞬间，楚风就有些不解。看衣着和打扮，这位老太太应该很在意外貌之人，可为何容颜被毁？她不进行医治，更改外貌，对于修武者来说并不是难事，就算真的无法修改，也应该以物遮挡才对。但这个老太太却并没有，并且此时她步履缓慢，虽然的确在向湖泊靠近，可怎么样看，她好像都不像要进入湖泊寻宝那么简单。但以上这些都并非重点，真正的重点是，当楚风看到这位老太太的时候，心中竟然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那种感觉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切。可楚风明明与这位老太太素不相识啊，疯了，真是要钱不要命，都已经有那么多人送了命，居然还要去送死。既然这么想死，那大家就成全他，看看他是怎么死的。眼见着那老太太直奔湖泊而去，却根本没有人去阻拦这位老太太，反而是冷嘲热讽的声音自四面八方响彻不断，那种扭曲的嘴脸，期待的目光，俨然就是在等待着这个老太太落入湖泊之中，然后死在里面。人心真的很可怕。然而那老太太并没有踏入湖中，反而是在湖边停下，随后取出手帕蹲了下去。她根本不是要踏入湖中，她好像是要用湖水洗脸。见此情形，楚风赶忙身形一动，来到那老太太身前，抓住了老太太的手腕，不让她的手落入湖水之中，毕竟那水可是毒水。可是当楚风抓到老太太手腕的那一刻，忽然感觉空间一震，紧接着楚风周围的一切好像都产生了变化。那一刻，楚风感觉自己好像离开了此地，落入了一个冰窟之中，寒气逼人，死亡绝路。而在楚风的前方，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感觉在他的头顶好像悬着两道目光宛如两轮明日，高高在上，俯视一切。只是那目光所散发的并非炙热的光芒，而是冰冷的杀意，是那老太太的目光。那老太太只看了楚风一眼，楚风便有了这样的错觉。然而那种错觉一瞬即逝，楚风能够看到老太太的目光此时竟然变了，没有杀意，没有怒意，也没有警戒，竟然是惊讶，同时有些慈祥，甚至有些炙热，就好像看到楚风他很是欣喜一般。可刚刚的情况是怎么回事？那是杀意，楚风知道那一定是杀意。在楚风触碰到这老太太的一瞬间，老太太便散发出了杀意。只是看到楚风之后，她不仅收回了杀意，反而目光之中涌现欣喜。怎么回事？就连楚风也是感到不解。婆婆，你是要洗脸吗？这里的水不能用，这是毒水，您若要洗脸便用这个水吧。楚风说话间，
取出了一个铜盆，并且在里面盛上了干净的水后，婆婆用这个吧。楚风将那盛着干净水的铜盆推到了老婆婆的面前。然而那个老婆婆看了楚风一眼后，什么都没说，便用楚风准备的水开始洗脸。只是楚风发现，他后来又看向楚风的目光竟又有了变化，不再像刚刚那般亲昵，也没有了炽热，就好像很陌生一样。他没有对楚风给予他的帮助生有任何感动，当然楚风也没有在意这些。楚风出手只是不想这位老婆婆受伤害，因为楚风觉得她的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正常人怎敢用毒水洗脸？但是随着接触，楚风对这老婆婆却又有了一抹浓郁的好奇。这老婆婆的修为，楚风看不出来是何境界，但是刚刚那老婆婆的目光却让楚风意识到，这老婆婆的修为定然非常的强横，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只是一眼便带给楚风如此强的压迫，更何况如今的楚风早就机房内息比，修为已经有了如此大的进步，这样的楚风却还有人能够带给他如此强大的压迫，只能说明对方的实力非常的强大。只是这样强大的人物，为何精神看上去有些不正常？而他为何又会出现在此处呢？难道说他也是为了精神泉水而来，还是说他是为了此处的变故而来？楚风的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这个老婆婆就像是一个谜团，让楚风对她充满了好奇。此时老婆婆已经洗好了脸，她起身退到了湖泊不远处，但却并未离开，而是取出一个垫子后坐了下来。她盘膝而坐，双目紧闭，似是在修炼。无论周围响彻着怎样的声音，她都像听不到一样，不予理会。算了，先别理这种傻子了，也别理这种充好人的伪君子了，大家还是想一想怎么解决此处的情况吧。现在云灵族放手不管，便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了，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总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吧。还有此处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并未将目光太多放在那老婆婆身上，他们先前关注只是想看热闹，而眼看没有热闹可看，也就再度将目光放在了那湖泊上面。毕竟如今云灵族的人连面都不露，他们也深知无法得到云灵族的帮助，而现在大家都没有办法，若想有所收获，便只能齐心协力了。只不过可惜，虽然道理都懂，但来自四面八方各自不同阵营的人们却都各怀鬼胎，若要他们掏心掏肺的联手，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可在众人议论，楚风却是面露喜色，他丹田内的争斗停止了，而此时他的修为也开始快速恢复，修为恢复，结界之力也恢复。楚风觉得是时候该进入那湖泊之中一探究竟了。诸位，我奉劝你们一句，还是远离这湖泊，因为这湖泊下面有怪物。刚刚那些人被啃食掉了血肉，并非是因为湖水的毒，而是因为湖泊下面的怪物。楚风对大家说道：什么怪物？怎么我们看到不啊？众人眉头皱起，但却又满面怀疑。虽然一眼望去，那湖泊虽然五彩缤纷极为绚丽，但实际上这湖水并不浑浊，倘若里面真有怪物，就算看不清细节，但是大概的身影总是能够看到的。可此时望去，那被淹没的宫殿残影都能看到一二，却根本不见什么怪物。大家自然对楚风的话有所怀疑，大家当然看不到，因为这个家伙是个骗子，他就是想骗诸位离开，然后自己独享那精神泉水。对，我可以作证，这个家伙先前就骗我们来着，只不过被我们识破了。想不到他如此厚颜无耻，如今居然想要蒙骗咱们所有人。忽然阵阵讽刺的声音在不远处连续炸响，顺声观望，可以看到那说话之人是那秃顶男子和他的伙伴们。他们在楚风等人先前一步来到了此处，而在楚风帮助老婆婆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楚风。只是楚风先前的举动毕竟是善举，况且楚风身后还站着灵狐月月和灵狐安安，他们就算仇视楚风，也是不敢如何，最多在暗地里说楚风是假惺惺的装好人。但现在则是不然，现在这里聚集着不少高手，尊者境的强者也是有着不少，而楚风这番话又毫无公信力可言，所以他们便趁机开始诬陷楚风，希望引导众人的力量，给予楚风一些教训。我想起来了，之前路上也看到过这个家伙，他的确一直在骗人，说只要人带他来到此处，他就会给予仙兵作为报酬，但看他的样子，哪里像是一个具有仙兵的人？对，我也看到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家伙是个骗子，但我见没人理他，我也就懒得计较。没想到现在居然骗到老子头上了，妈的，真是太不要脸！滚，赶紧滚，再不滚就打断你的狗腿！对，死骗子，快点滚！这里不欢迎你这种小人！秃顶男子等人的话，成功挑拨起了众人的怒火。本就因为无法进入湖泊之内而烦躁的众人，此时竟然将他们的怒火撒到了楚风身上。你们闭嘴！修罗大人好心提醒你们，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凭什么羞辱修罗大人？此时灵狐月月和灵狐安安不干了，他们来到楚风身旁，开始质问那些质疑楚风的人。这两个小妮子长得不错，怎么傻乎乎的？是被这个骗子给骗傻了吧？就是，居然还帮着骗子说话，真是好赖不知。依我看是脑袋有问题。然而当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开口后，他们竟然也遭到了众人的冷嘲热讽。你们才脑袋有问题，一群愚蠢的东西，恐怕等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可面对众人的讽刺，灵狐月月与灵狐安安则是一左一右护在楚风两侧，与众人对骂起来。那个模样大有一副只为楚风一人便愿斗战天下的架势。算了，不用理会他们，他们若是不信也就算了。相比于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楚风却是风轻云淡的笑了笑，他没有保护众人的义务，刚刚提醒也是出于好心，大家若是不领情也就罢了。楚风已经提醒过了，他们不听，从而死去，那与楚风何干？不理我们，怎么行骗失败就想逃脱？不能就这样放过这个家伙，必须好好教训他，否则这种败类就算离开这里也还会去坑骗其他人。对，不能放过他，要狠狠教训他一下。
可面对风轻云淡的楚风，众人不仅更为激烈的言语响彻不断，楚风甚至还感觉到有人释放威压，向楚风冲击而来。他们竟然是真的想要对楚风动手。这一刻，楚风的剑眉也是随之立了起来。你们可真是给脸不要脸！楚风脸色变得不悦起来，他还甩起了脸色。他以为他是谁啊？他还真觉得他是个高手不成？妈的，给脸不要脸！给我狠狠地打他！然而面对不悦的楚风，众人不禁没有丝毫恐惧，反而讽刺得更为激烈。可就在此时，一道水柱从湖面炸开，紧接着冲天而起。随后人们能够看到，那水柱乃是2道身影掀起的，而那2道身影，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认得，甚至楚风也认得其中的一位，那是一名年轻男子，以及一名留着黑发的老者。那名男子乃是庞博，而那名黑发老者的容貌与庞博非常相像，他应该就是庞博的父亲了。此时，他们2人的身上缠绕着一道光芒体，而那光芒体具有抗毒的作用，想必正是凭借着那道光芒体，他们才能够进入湖泊而从容的出来。怎么样，庞大人，您可有所收获？庞兄可有找到精神泉水源泉所在？看到这2位之后，许多人都围了上去，想要问个究竟。大家快走，谁下面有怪物，实力非常的强，乃是尊者巅峰，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快走，快走啊！云灵族若不出手，我们都要死在这里。庞博的父亲大声呼喊道：什么怪物？庞兄，你这是做什么？难道说你也要欺骗我们，独享此处的精神泉水不成？可是对于庞博父亲的话，众人不仅不信，反而露出了怀疑之色。他们是在怀疑庞博的父亲故意这样说，目的就是欺骗他们。可就在此时，一声怒吼自湖泊下方传来，紧接着漫天的水浪冲天而起，人们能够看到无数只黑色的怪物自湖泊之中飞掠而出，张着血盆大口向众人飞掠而来。看到怪物的一刻，众人都慌了，他们能够感觉到那些怪物的修为最弱都是尊者境，甚至有一些怪物的修为更是达到了7品尊者的地步。尽管在此处的人群之中也有着不少尊者境的强者，可是最强的也不过的也没有达到7品尊者呀。在这一刻，他们终于是恍然大悟，他们发现楚风没有欺骗他们，他们发现庞博的父亲也没有欺骗他们。原来在这湖泊之内，竟然真的隐藏着这样强大的怪物，不仅修为强大，这数量竟然如此之多。在水花的冲击下，人们能够看到湖泊上方已经出现到了无数只黑影。那怪物虽然身材不高，不过几米而已，可数量却非常之多，起码有上万只。最重要的是，此时他们已经动弹不得，因为那怪物的威压释放而出，将他们所有人都困在了此处。此时的他们都成为了年板上的鱼肉，将成为这些怪物的盘中餐。可忽然之间，道道风声呼啸而过，那乃是冰刃划破虚空的声音。人们盯目观望，顿时大惊。只见无数道金色的冰刃在湖泊上面飞舞，金刃飞舞，鲜血四溅。那些可怕的湖中怪物在金刃面前，不仅4分5裂，更是命丧黄泉。只是顷刻之间，足足上万只尊者境的怪物全部被抹杀。是何方高人？是云灵族的出手了吗？得救了，得救了！不管是谁，我们都得救了。眼见着那些怪物被人抹杀，先前还觉得自己死定来到众人陷入狂欢之中。紧接着，人们能够看到那些废物的金色冰刃开始相互叠加，化作一道光刃，最终那金色光刃竟然回落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当人们看到那个手握金色光刃的人后，顿时傻眼了，因为那位手握金色光刃的家伙正是他们先前辱骂的楚风。那些妖物全部被楚风杀死，可天地间却没有了欢呼，反而沉寂的有些压抑，有的人甚至脸色发青，更有甚者竟双腿一蹬，没有任何预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而看那狰狞的模样，好像是被吓晕的。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紧接着有人发出了极为悲惨般的求饶声，与此同时更是跪在地上疯狂的磕头。是秃顶男子，不仅是他，他的朋友以及在场的不少人都是吓得跪在了地上。就算没有跪在地上的人，此刻也是开口求饶，他们简直快要吓死了。毕竟他们刚刚可是差一点就要对楚风出手，但楚风却是能够在一瞬之间就抹杀掉那些强大怪物的存在，这叫他们怎能不怕呀？不过对于求饶的众人，楚风却并未理会，同时他也没有想过刁难他们，但楚风还是乐意看到他们那恐惧的模样的，毕竟给予他们一些教训也是一件好事。修罗兄弟，真的是你啊，你也太厉害了吧，想不到你竟然深藏不露，你这修为连我父亲都是不如啊。而此时庞博也是来到楚风近前，欣喜若狂，他早就知道楚风身份不简单，却没有想到楚风自身修为竟也是如此利奥的，这实在让他感到意外。小博，难道这位就是那位赠予你仙兵的朋友？此时就连庞博的父亲也是来到了楚风的近前。对，父亲就是他，这把仙兵就是我这位修罗兄弟赠予我的。说来惭愧，我根本就没有帮到他什么忙，那压迫越来越强，我只带他走到了一半而已，没想到他就给了我如此珍贵的兵器。庞博说话间，还将楚风给予他的那件仙兵取了出来，当着众人面还挥动了几下。而那仙兵乃是极品中的极品，只凭借气息，人们都能看出他的厉害。看到庞博手中的仙兵，许多人都快吐血了，尤其是秃顶男子等人，那叫一个悔恨。若不是他们当时看不起楚风，搞不好他们此时也能够得到庞博手中那样的极品仙兵。猛然间，竟有人狠狠地扇了自己2个耳光，旁人感到不解，他为何忽然自己打自己？可唯有那位打自己的人心里清楚，他是有多么的后悔。刚刚他竟与那等珍贵的宝物擦肩而过，那是他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宝物啊！他真是恨不得活生生的打死自己。公子，能否救一下我们的牧师姐？可就在此时，竟然有几名衣着相同的女子从天而降，落在了楚风身前。而这几名女子楚风认识，她们乃是赤峰阁的人。怎么回事？
楚风赶忙问道，因为楚风觉得这些人口中的师姐很可能是先前那位叫做穆紫薇的姑娘。倘若是别人，楚风未必会帮忙，但若真是那位姑娘出了什么事情，楚风愿意出手相助。我师姐她中毒了，大人您看一下吧，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也许您能救她。那几位见楚风愿意帮忙，便赶忙拔空而起，为楚风等人引路。见状，不仅楚风跟了过去，庞博以及庞博的父亲，还有灵狐月月以及在场的不少人也都赶忙跟了过去。在赤峰阁弟子引路下，他们来到了山峰顶端，而赤峰阁先前的人都在这里，包括穆紫薇。也难怪先前楚风来到湖泊边上，却没有见到穆紫薇等人，原来他们在这山峰之巅。只是此时穆紫薇的情况并不乐观，她浑身发紫，躺在一个散发寒气的宝物之上。可哪怕如此，她的身上竟然还是不断散发着热气，她的身体都好像快要被恐怖的热能融化了。尽管赤峰阁的弟子正在拼尽全力催动那件宝物，使得那宝物散发的寒气越发冰冷，去镇压穆紫薇体内的热能，但效果却非常的差。这是怎么弄的？她是不是被湖泊内的怪物袭击了？楚风问道。我们也不清楚，师姐她运用我阁宝物潜入湖泊之中，出来之后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们只知道她是中毒了，别的都不知道。赤峰阁的弟子说道。你们不是去找云灵族的人帮忙了吗？他们也没有办法吗？此时有好奇的围观者开口问道。其实先前对于穆紫薇所经历的一切，有不少人都看到了，并且有不少人都上前想要帮助，毕竟穆紫薇大名鼎鼎，许多人都想讨好这位赤峰阁的最强天才，只是大家都无能为力，所以有人提议让他们去找云灵族的帮忙。而赤峰阁的人倒也真的带着穆紫薇去找云灵族的人了，只是没想到他们已经回来了，并且来到了这山峰之上。不过看穆紫薇的情况比先前还要严重，所以人们猜测，要么是赤峰阁的人并没有真的去找云灵族帮忙，要么就是他们被云灵族的族人拒绝了。而人们觉得被拒绝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毕竟云灵族本就性情古怪，连弘毅圣地的面子都不给，就别说这赤峰阁了。云灵族的族长说，穆师姐中的毒非常厉害，除非有圣袍界灵师出手，否则根本无法医治。赤峰阁的一名弟子说道。什么？圣袍界灵师才能解毒？这毒性竟然如此之强！听闻此话，众人皆是大惊，随后再次看向穆紫薇，不免有些惋惜和同情。穆紫薇的情况很不乐观，这样下去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了，她可能真的要死。而这样一位天才就这样死了，人们皆是感到惋惜，就连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这些对穆紫薇并不了解的人也是目露同情。只是相比于旁人，楚风却是双手折叠放于腹部，并且他双眼紧闭，那个样子就好像是在修炼一般。大人，先前是我们有眼无珠，不知道大人的厉害，但我师姐她真的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求求您了，救救我的师姐吧。此时那些先前去找楚风帮忙的几位赤峰阁弟子再度来到楚风身旁，向楚风求助。你们疯了吗？找他帮忙做什么？先前云灵族的族长不是说得很清楚，除非有圣袍界灵师，否则根本没人救得了师姐，你求他有什么用？别说他也只是尊者境，现在就算至尊境的强者都是没有任何办法，唯有圣袍界灵师才能救师姐。可是就在此时，却又有赤峰阁的弟子站出来斥责那些向楚风求助的弟子，他们都觉得穆紫薇现在没救了，这种时候还卑微的去求助他人，实在太过丢人。很快赤峰阁的弟子们吵了起来，向楚风求助的人觉得不论怎样，哪怕一丝机会都要试一试，所以他们才会向楚风求助。但另一方则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向没有救助能力的人求助，只会白白丢掉他赤峰阁的脸面。这种情况下，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看着那已经奄奄一息的穆紫薇，人们眼中的心疼则越来越浓。他们看得出来，这样下去穆紫薇可能一个时辰都撑不下去，回赤峰阁找帮手已经来不及了，何况赤峰阁也没有圣袍界灵师啊。很显然，穆紫薇已经命不久矣，在许多人心中已经给穆紫薇判了死刑。然而就在众人已经认命的时候，楚风则是忽然睁开双眼，没人注意到楚风的双手还在合并，但人们却注意到楚风开始在向穆紫薇的方向走去，退下，不得靠近。发现楚风的动向之后，那些反感楚风的赤峰阁的弟子则是立刻挡在了穆紫薇的身前，将楚风拦了下来。他们不仅不想让楚风靠近穆紫薇，一个个的更是目露不善。滚！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不废话，只见其冷哼一声，紧接着的一声，磅礴的威压如飓风一般横扫而去。而那些拦在楚风身前的赤峰阁弟子哪里挡得住楚风的威压？在那威压面前，他们不仅丢盔卸甲，更是如同落叶遇到了狂风，瞬息便被吹飞开来，毫无招架之力。落地之时，一个个的龇牙咧嘴，基本上全都摔断了骨头。可要知道，这还是楚风手下留情的结果，不然楚风一抹威压足以让他们灰飞烟灭，魂飞魄散。可这些赤峰阁的弟子却并不领情，尊者境在其他人眼中也许令人畏惧，但有赤峰阁为靠山的他们却并不惧怕尊者境，所以此时他们的眼中虽然也有恐惧，但更多的却是愤怒，甚至有人竟然散发出了杀意，那等嚣张简直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你这混账竟敢对我们出手，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可是赤峰阁的弟子，你以为你是尊者境就可以欺凌我们？你错了，你今日招惹了你招惹不起的人，你死定了。你向来嚣张跋扈的他们根本不知何为天高地厚，此时他们疯狂地宣泄着自己的愤怒，各种辱骂响彻不断。可是说着说着，他们却在同一时间哑巴了，他们的嘴巴还张着，但却已经说不出来话，那个神情岂止是震惊，简直就是惊骇。不仅是他们，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他们能够看到璀璨的结界之力如同圣光一般
覆盖在了穆紫薇的身上，而那结界之力是那般的强大。当结界之力出现的那一刻，人们都能感受到那结界之力的厉害。尽管在场之人修为有限，但他们还是能够认得出那璀璨的结界之力乃是圣级，并且还是蛇纹圣级。而此时，那圣级结界之力正是自楚风的双手释放而出。结界之力源源不断的自楚风双手释放，而后覆盖到穆紫薇身上，且融入穆紫薇的体内。那根本不是寻常的结界之力，而是结界阵法。而在楚风的医治下，穆紫薇体内的毒素开始被清除，随后身体也开始恢复。而此时的众人，无论是害怕还是震惊，但都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毕竟相比于楚风的修为，楚风的界灵之术更加令人震惊。何况楚风还不是崇文级圣袍，而是蛇纹级圣袍。尊者境，赤峰阁的弟子还不放在眼里，可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则是不然。因为圣袍界灵师在诸天星域本就稀少的缘故，莫说是蛇纹级，就算是崇文级圣袍界灵师，也少有人敢得罪。尤其是他们这些赤峰阁弟子，还曾亲眼看到他们的阁主大人，一位至尊敬的强者，客客气气地款待一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的景象，所以他们恍然大悟，此时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原来是一位他们招惹不起的界灵大师。所以他们已经吓傻了，他们的脑袋都是空的，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好像是一群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等待着被凌迟处死，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修罗，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修罗，你是那位修罗大人，我听说过您，大人，我听说过您啊。忽然一位老者发出了惊呼，而这位老者的惊呼成功的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位老者，但老者却根本不理会众人，而是用那无比炙热的目光盯着楚风。前段时日，就是您在红衣圣地以一己之力击败了密洞群圣10位圣袍界灵师。那位老者继续说道。听闻此话，众人更感吃惊，因为那位老者他们认识，他的女儿乃是红衣圣地的一位长老，所以关于红衣圣地的事情，这位老人总会第一时间知晓，所以对于他所说的话，人们都是深信不疑。我听闻那一日，红衣圣地众多强者面对密洞群圣，皆是没有办法，就连大名鼎鼎的骆驼大师都是败给了密洞群圣，并且密洞群圣只派出了其中一位最弱的，就击败了骆驼大师。可是修罗大人，你却只凭借一己之力就战胜了密洞群圣10个人，帮助红衣圣的赢下了那场赌局。最重要的是，我听闻您的年龄还未满100岁。那位老者虽然先前就很惊讶楚风的实力，但却没有像此刻这般激动，他激动的双手都在颤抖，说话的声音也在颤抖。他是激动的，未满100岁，那岂不是说他还是一位小辈？听到这里，众人的表情变得更加精彩。8品尊者的修为，蛇纹级圣袍界灵师的身份，这样的实力，莫说是旁人，就算是他诸天星域最强小辈，在眼前这位的面前，也是变得不值一提。直到此时，在场之人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老夫有生以来都从未见过此等天才，今日竟然能够亲眼见到，真是三生有幸，是老夫三生有幸啊！那位老者激动不已，但听过这位老者一番话后，激动的可就不只是他一个人了。赤峰阁的弟子开始拼命的感谢楚风，一旁的围观者则开始拼命的拍楚风的马屁，就连庞博以及他的父亲对楚风都是赞不绝口。在所有人的眼中，楚风的形象都再度升华，已经到达了一种超凡的地步。尽管在场的都是修武者，可此时在楚风面前，他们就好像是一群凡人在膜拜仙人，甚至就连灵狐月月和灵狐安安也是面面相觑，眼中满是惊容。这样的天才他们有些熟悉，毕竟在他们的记忆中，祖武星域也有这样一位修武与结界都很出色的天才，只是对比之下，无疑眼前的这位更为恐怖。无论此时众人是震惊、是恐惧，还是阿谀奉承，楚风都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楚风早就料到，当他展示实力之后，这些人就会如此。类似的情况，楚风已经经历了太多，此处的凶险你们也都看到了，所以你们不要在这里等我，最好躲远一点，并且若是感觉情况不对就立刻走，听到了吗？楚风对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说道。灵狐月月与灵狐安安皆是点了点头。你们也一样，若是情况不对就赶紧离开这里，最好现在就离开这里。此处的变化绝对不是精神泉水那么简单，很可能是暗藏在此处的远古生物将要破界而出。楚风又对众人说道。什么远古生物？大人，就是刚刚那些远古生物吗？有人问道。刚刚那些远古生物像是能够破开结界的样子吗？此处的结界虽然不知何人所布，但却非常强悍，而其目的就是用来镇压那些远古生物的。可如今那结界正在遭到破坏，刚刚的远古生物可能正是因为修为弱才能够出来，但修为真正强大的还在后面，要等结界彻底被破坏后才能出来。我猜测，若是后面的远古生物出来，云灵族的人也要倒霉。楚风说道。竟然这么可怕！听闻楚风这番话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露出了惶恐不安的表情。之前楚风劝他们还觉得楚风是欺骗他们，可是现在已经不同了。当他们见识到楚风的本事之后，楚风在他们心中形象完全变了。此时在他们看来，楚风不仅仅是一位天才，更是一位蛇纹级圣袍界灵师。试问此处的情况，还有谁敢说他比一位蛇纹级圣袍界灵师看得更加清楚呢？所以对楚风所说的话，他们深信不疑。你们好自为之吧。楚风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跳入了那湖泊之中。修罗大人不会骗我们，我已经亲眼见识过了湖泊内的情况，我刚刚感受到了尊者巅峰的气息，但实际上湖泊深处还有更可怕的气息。之前我还以为是错觉，但既然修罗大人都这么说了，
就一定是真的了。所以我奉劝诸位，还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庞博的父亲说道。对，修罗大人不会骗我们，此处的确很危险。刚刚若不是修罗大人出手，我们就都死了。该死的云灵族，难怪他们不出手，他们一定是知道此处的凶险，所以他们躲了起来，让我们送命。算了，别埋怨了，大家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免得白白送了性命。对，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楚风进入湖泊后，人们最后的安全感也随之消散，觉得除了楚风外，根本没人能够保护他们，他们已经不敢在此处逗留。于是乎，无数道身影拔空而起，如受惊的群鸟，开始向四面八方飞去。就连赤峰阁的人也是带着木紫薇离开了此处，但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却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两位姑娘，你们还不走吗？见状，庞博的父亲关切地问道。我们在这里等修罗大人。灵狐月月说道。你们在这里等也没有意义啊，你们根本帮助不到修罗大人。庞博的父亲说道。虽然帮不到修罗大人，但至少可以与他共患难。前辈，你不用劝我们了，我们二人的命都是修罗大人救的，何况修罗大人进入那湖泊也是为了帮我们，我们不可能离开的。灵狐月月说道。可是你们不觉得若是真的出现了意外，你们只会给修罗大人增添麻烦吗？凭借修罗大人的本事，就算真的发生意外，但相信他也能安然离开。可若是要再救你们两个，那可就有些麻烦了，你们两个很可能会连累他。庞博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道。两位姑娘，我父亲说的非常对，这可不是共患难那么简单的事情。庞博也是说道。小姐，这位前辈说的也不无道理，要不然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到外面去等修罗大人吧。就连灵狐安安也是劝了起来。而此时灵狐月月也是面露犹豫。前辈，帮我一个忙好吗？忽然灵狐月月看向庞博的父亲。什么忙？你说。庞博的父亲问道。请无论如何带他离开这里。灵狐月月指着灵狐安安说道。话罢，灵狐月月身形一转，他竟然跳入了那湖泊之中。小姐，见此情形，灵狐安安赶忙身形一转，也想跟着灵狐月月跳入湖泊。可是他刚刚落到半空，还未触碰到湖泊，一股威压便将他捆绑住，硬生生的拖着他开始向山谷之外飞掠而去。是庞博的父亲。放开我！前辈，您快放开我！灵狐安安疯狂的呼喊着。姑娘，你是不要命了吗？那湖水不仅有毒，里面还有远古生物，就你这点修为，进去只是白白送死。庞博的父亲说道。你既然知道湖泊危险，为何不拦住我家小姐，非要拦住我？放开我！就算死，我也要与我家小姐一起死！灵狐安安甚至变得愤怒起来。你家小姐不一样，你家小姐的身上有宝物，我看得出来，那宝物能够让她避免毒水的侵蚀，甚至能让她躲避远古生物。庞博的父亲说道。宝物？不可能啊，我家小姐的宝物都被拿走了，她怎么还有如此宝物？灵狐安安一脸的不信，毕竟他知道灵狐月月身上的宝物都被灵狐天族的人收走了，如今他的身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厉害的宝物。你修为不够，没有看清，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你家小姐手中握着一个葫芦，那葫芦散发出了无形的结界，将她护在当中。那结界不仅能够防止毒水，甚至将你家小姐的气息也隐藏了。待你家小姐落入湖中，应该还会有所变化。庞博的父亲说道。葫芦？听闻此话，灵狐安安也是神色一动，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低声说道。难道是掌教大人的那个葫芦？掌教大人？你所说的掌教大人，难道是白衣安的那位？庞博的父亲问道。对，那葫芦是掌教大人给我家小姐的，只是我并不知道那葫芦的作用，因为后来掌教大人交代了一些话，我并没有听到，唯有我家小姐知道。灵狐安安说道。看来你的掌教大人很不简单啊。庞博的父亲说道。不简单？这是何意？灵狐安安一脸不解，就连庞博也是好奇地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这么说？而此时庞博的父亲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我也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当那位姑娘拿出葫芦释放出结界的一瞬间，我从那葫芦中感觉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那是与湖泊内的远古生物相同的气息。庞博的父亲说道。相同的气息和远古生物相同。听闻此话，灵狐安安以及庞博也皆是目露惊讶。之前灵狐月月执意不肯离开，他们都以为灵狐月月是真的想陪楚风共患难，但听闻庞博父亲的一番话后，他们则是忽然觉得事情似乎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